第61章，太气人了。丁子回头看，并没有看到人，他又故技重施的要打我。我说，你看那边，真的是你们公司的员工，我信你个鬼，我不打你不能消我心中的气。然后他的抱枕像雨点一般的往我身上砸，一点也不疼，但是我得装着难受，要不然他那么努力，我没有一点反应，这就是没情商。有句话叫唐突佳人，那样就是唐突佳人。我边躲边说，丁小姐，那边真是你公司的员工，你回头看一眼吗？我相信你的话就是个猪。丁子就是不回头，他还要打，我只好喊，司令司总，你们丁总在公共场合打我，你就不能伸张一下正义吗？我这一喊，丁子总算回头了，然后他看到了两个人，司令和宋国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司令和宋国两人像是看到了鬼一样，反正应该是失去了知觉，要不然他们应该早溜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没看见，这对他们有利，但是他们硬是没反应过来。而丁子则是脸青一块，白一块，红一块，表情如同6月的天一般，变换飞快。我说司令，你们两个倒是说个话啊，别干傻的杵着了呀。我这一喊，把他们从鬼片中喊回到了现实。司令忙一拽宋国，低头鞠躬，对不起，我们啥也没瞧见。两个女人灰溜溜的跑了。到了门口，宋国回头，我看到了他极其复杂的表情，显然他有联想和误会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心中竟然觉得舒服，有点小人得志的感觉，这种感觉蛮好。玉贴重新落座，丁子的气性消了很多，我很有情商的帮他重新要了一杯咖啡，当然我也给自己加了一杯，2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上来了，自然就不是要散场的意思。但是我不发问，也不说话，这就像是国画中的留白一样，我是留给对方的。我知道丁子一定会说话，因为话匣子已经打开了，他把自己跟马从敬之间很熟的底也录了，他就这么重新捂回去吗？应该难，但也不排除有那种可能。不管是什么可能，我还是得点一杯咖啡嘛。咖啡苦我就加糖，但是我发现丁子可以直接喝，一杯咖啡慢慢的要喝完了，我觉得可能差不多了。这个女人城府比我想象的深。就在这时候，丁子道，我非常需要马从敬帮我。我道，可以啊，这个我可以帮你去说一下，他敢不帮你我天天对他。丁子一笑，道，不是简单的帮，我希望让他跟着我干。我摘掉眼镜擦了一下，以此来掩饰自己的震惊。马从敬什么来历？怎么路子这么野？丁子都向他伸橄榄枝，我不好说话了，因为再说话会让人觉得太肤浅，我不想成为一个肤浅的人。他这个人跟你一样，跟他说话费劲又恼火。我跟他讲，只要他愿意跟我干，我可以给他想要的一切，金钱、成功、名气我都能给。他很迷恋你们这个博越科技公司，我收购了上高，让他去打理，他竟然不去了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才捅这么大的窟窿，让陈从海从博越跳了出来接手上高，我惊掉下巴了。我尼玛，有钱人都是这么玩的吗？一言不合就直接收购一家公司，再一言不合便直接支持一位全国拥有50家分公司的老总出逃，一夜之间就把博越搞半残，这未免也太任性了吧。我很想问一问丁子，他买上高，然后给陈从海投资1000万，是不是就跟我们买个玩具玩一下是一个意思？感情最近互联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明日资本和纵横资本的大角力，人家大佬背后的决策逻辑就是这么简单荒唐。不过我也明白丁子给我这么大面子的原因了，他亲自出面劝我跳槽，好家伙，搞得我小心肝砰砰跳，以为是得到了美女老板的特殊青睐了，真相搞清楚了，我是因为沾了一个女人的光，和我想的差不多，本质上这就是个生意。丁小姐，老马不识抬举你就让他后悔，你现在把陈从海都找回来了，人家是互联网营销的教父，还不能教马从敬做人。我道，丁子把咖啡喝干了，就像是干了一杯酒似的，我跟你想的差不多，我想这年头缺不了谁呢，这个世界缺了谁都照样赚，无所谓呢，但是你却不看好我，而且还不接受我的邀请，说句实在话，我真恼火。我笑了，丁子现在的模样沾了人间的烟火气，流露出了真性情，但是他给我的感觉不是仙子坠落了凡尘，而是仙子沾了人间的烟火，更真实，更漂亮，更让人心向往之。我说丁小姐，我不愿意去上高可能是个巧合，我真的不是忠于马从敬，这一点我对天发誓。他说你不用发誓，我相信，但是马从敬手底下那么多人，好像都没有出走，他们那些人是不是跟你一样？我立马不好说了，马从敬把8部大部分都忽悠瘸了，连老唐都被他忽悠了。我和马从敬互对的时候，这家伙经常选边站队都搞错队伍，我可以肯定老唐打心眼里还是很崇拜老马的。没办法，这女人是真有东西，有刷子在手里啊。丁子盯着我道，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我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，你既然不忠于马从敬，那更不可能对博越还有多少归属感，你就不能答应我去上高吗？我说这真不行，你不告诉我这么多还行，你告诉我这么多了，那我不能拆马从敬的台。丁子说，陈斌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刚才还说不忠于马从敬，还可以对天发誓，现在就变卦了。
我说，是啊，我不死忠他，但是我必须客观的承认一点，我姓陈的混到今天，他帮我不少。既然他在你面前端起了架子，你怎么劝说他都跟你，我就没有理由当拆他台的棋子，站在江湖道义上说也不合适，是不是？丁小姐，丁子气的拿起沙发上的抱枕，狠狠的摔在了沙发上，扭头就走。你请客，你买单啊！真是气死人不偿命，跟你们这些人聊天怎么就这么气人呢？